通知厨房。大家好，我是通少，欢迎来到通知厨房。我以前分享过2个大受欢迎的烧肉食谱，今天我再分享一个新的烧肉食谱，用最少的工具和最简单的方法达到完美的效果。在此，我鸣谢 Marian Kitchen 给了我一个新的概念，它是用美工刀把烧肉皮割开，而没有用扎针的方法令猪皮松脆。综合了大家的意见，扎针这个方法的确不容易掌握，特别是每块猪肉的脂肪层厚薄不一，而且大家不容易买到扎针的工具。这次做法非常简单，将五花腩解冻、洗干净，然后擦干就可以开始处理，不需要再焯水。要跟 Marian Kitchen 一样用美工刀来做，的确可以，不过我没有专门煮食用的美工刀，所以我改用刀来处理。不过刀具不够锋利的话，要切开猪皮有一定的难度。努力尝试过后，我决定放弃了，实在太难了。让我找一下百宝袋，看看有什么工具可以用上。啊，找到了！神奇剪刀！我相信大家的厨房一定有一把剪刀，剪刀应该够锋利，可以轻易地把猪皮剪开。重点是要把脂肪层剪开，但绝对不可以剪到肉的部分，所以用剪刀在猪皮的表面薄薄地剪开一层。剪开一层后，我们打开检查一下，如果还能看到白色的脂肪层，那就继续用刀薄薄地剪开。把这个步骤重复2到3遍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把脂肪层剪开，又不会剪得太深，剪到肉的部分，而每一行都必须有1到1.5厘米的宽度，这是最完美的距离，可以把猪皮大部分的水抽干。整块猪皮剪好后，我们就把它翻过来，猪皮的部分我们用剪刀打直的把它剪开，猪肉的部分，我们用1把刀平均打横的切2到3行，最多切开猪肉厚度的1半，不要完全切开，小心不要切到猪皮脂肪层的部分，这样做的猪肉便很容易烤熟，烤完后又很容易把它切开。将屏幕上指定分量的腌料拌匀，就把猪肉放进去，将猪肉的底部和四面涂上腌料，而猪皮的部分就不要沾上腌料，要把它保持干爽。这个腌料的配方是业界一般所用的，如果少放其中一种材料，味道就跟街上买的不同。哎呦，如果猪皮不小心沾到腌料，不用担心，用纸把它擦干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这个步骤也非常的关键，必须在猪皮上薄薄地涂上一层白醋。如果想再保险一点，涂了白醋后，可以再涂上薄薄的一层苏打粉水。白醋和苏打粉水都有抽干水分的功效，涂上猪皮后会令其风干的效果更好。处理好以后，便把猪肉放进冰箱，不要遮盖它，让它风干6个小时以上。冷藏6个小时后，猪皮的表面已经完全改变了。这时候猪皮变得比较硬和干，但其实风干还不足够，需要额外多做一个步骤。要彻底把猪皮的水分抽干，要把猪肉放进空气炸锅、光波炉或烤箱，用一个比较低的温度，利用热风将猪皮内所有水分烘干。至于温度和时间已经列出来让大家参考。用锡箔纸将猪肉的四面包好，只捞出猪皮部分。如果猪肉中间部分是凹陷的话，就要用锡箔纸折叠成圆球，放在猪肉的底部，好让中间凹陷的地方挺起来，那么油和水分才可以从四面排走。处理好后，便可以把猪肉入炉风干。我用空气炸锅风干了1小时后，用刀刮猪皮的表面会有沙沙声，证明水分已经全被抽干。
如果猪皮上有小水滴，不用担心，用纸擦干就好了。然后在猪皮上撒上盐，提高它的味道。不想放的也可以省略。现在把猪肉放回空气炸锅，正式开始烤，而温度和时间已经显示在屏幕上，让大家参考。各位观众，烧肉烤好了，但这时候千万不要动它，先让它休息10分钟才把它切开。10分钟过后就可以把烧肉切开，可以看到每块烧肉都烤得很好。之前已经把猪肉的部分切开过，所以一定能把它烤熟。至于味道，当然比街上买的好吃，加上肉质十分丰富，非常美味。由于没有扎针，所以它不会爆出芝麻皮。这烧肉的皮比较像脆皮乳猪，至于它有多脆，那就让我的女儿试一下给大家看看。脆不脆？对呀。最后多用30秒时间补充一下，食材的分量已经显示出来，也可以到上述的网址重温。想知道我食材牌子的资讯，可以在短片描述找到。看完整个短片还有问题的话，欢迎到我脸书专页或 YouTube 留言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短片，希望你会点个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还要订阅我的频道支持一下。订阅后记得要按一下小叮当，这样才可以收到我最新通知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